当一位地勤人员意外启动了一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1966年7月22日，英国皇家空军第33维修部队的指挥官沃特·霍尔顿坐进了一架闪电战斗机的驾驶舱。这架飞机的电源呢，总是会在起飞的时候自动跳闸。虽然可以切换到备用电源，但是对于一架超音速战斗机而言，还是太过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解决掉。霍尔顿于是就亲自上阵了。他是维修指挥官，属于地勤部分，怎么就能够直接坐进驾驶舱启动飞机呢？好吧，他这样做呢，是基于以下这几个原因啊。第一是压力太大了。当时的第33维修部队已经在进行关闭前的最后收尾工作了，在把流星战斗机和坎培拉重型轰炸机交出去之后，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架总是反复出问题的闪电了。尾巴迟迟收不住，让他很难向上头交代嘛。第二个原因啊，其实是跟第一点相关的，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紧张的时间节点上呢，霍尔顿还约不到测试飞行员了。倒不是基地里面没有飞行员啊，而是没有能够飞闪电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太特殊了，以至于飞他呢是要经过专门的评级才行的。而这样的飞行员呢，霍尔顿至少还得要再等上1周的时间。第三个原因是，霍尔顿其实自己也能飞。当年作为机械工程师入伍空军时，他被要求接受一系列的飞行训练，目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到飞行员的需求，所以呢，他是有飞行资格的。尽管飞过的2架飞机，双翼机 DH-82 虎娥和单翼机 DHC-1 花栗鼠，加起来的速度呢，都要比闪电慢了5倍。于是啊，霍尔顿的同事就开始忽悠起他了。你看，如果咱们再要等飞行员的话，至少要耽搁1周时间，这中间啥事儿也做不了，多浪费啊！其实你不也能飞吗？而且你也不用真的飞嘛，只要启动飞机，让它滑个几十米，能够测试到故障就可以了，始终都在地面上，安全得很呐。霍尔顿一听，心动了，觉得这个的确是可以有啊。但是毕竟自己从来也就没有真的飞过这架飞机嘛，所以在爬进座舱前呢，还是找来了相关的工程师，仔仔细细的了解了一下操作步骤。记住，这个细节将会非常关键。在准备妥当之后呢，他们就通知了塔台，安排了专门的跑道，就要开始测试了。第一次，霍尔顿启动发动机，提高转速，闪电开始在地面上向前滑了起来。接着霍尔顿马上就关闭了发动机，并踩下刹车。在滑出40多米左右的距离后呢，飞机稳稳地停了下来。霍尔顿将头伸出座舱，对着一旁路虎车上的助手比出了一个成功的手势。这一次，他的确是测试到了一些他想要的参数，但还是不够啊。于是他示意助手继续跟塔台协调下一次的测试。如果你是霍尔顿的话，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心跳已经放缓了不少了吧？对了，在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呢，你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该要做什么了。于是就有了第2次、第3次以及后面几次的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都还差那么一点点。于是霍尔顿准备要再进行最后一次测试了。他启动了发动机，将油门逐渐往上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大，开始滑动起来了。在将油门推杆推到差不多80%的时候，霍尔顿知道应该要减少油门了。但是地面上的一个小坑突然让飞机颠了一下，缺乏经验的霍尔顿手一滑，油门一下子就被推过了80%。完蛋了！闪电战斗机上有个设定啊，当油门被推过80%之后呢，就会自动启动加力，并且油门位置也会被锁定，搬不动了。霍尔顿的闪电于是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子弹出膛的状态，难以遏制的向前冲了出去。他傻眼了。但是等等，在坐进座舱前，飞行工程师好像跟他讲过些什么。对了，那个时候呢，工程师告诉他，油门附近是有一个专门的按钮的，在按下它之后呢，是可以解除油门锁定状态的，因此也就能退出加力模式了。但这个按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霍尔顿开始慌张地摸索了起来，但紧接着另外一个更为危险的事情打断了他。战斗机的正前方，一辆加油车正在横跨跑道，看上去必撞无疑。为什么明知这条跑道上有飞机，加油车还能开得上来呢？很简单，霍尔顿的助手告诉塔台呢，他们只会用到一小节跑道，而且根本也不会起飞。塔台在看了他们做了几次之后呢，确实也没有发现越界，便放开了其余部门的管制了。幸运的是在最后一瞬间呢，闪电和加油车擦肩而过，没有撞到一起。这下就该松口气了吧？完全没有啊！由于塔台松开了管制，在另外一条垂直跑道上，一架 DH-106 彗星客机呢正在起飞了，它们的轨迹相交在了一起。
霍尔顿瞬间就面临到了第2个死亡威胁了。不过幸运女神又一次照顾到了他，也是差那么一点，2架飞机就这么紧贴着对方躲过了。霍尔顿终于有了一点时间继续去摸索解除加力的按钮了。但是第3个挑战又来了，前方已经是跑道尽头了。霍尔顿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把闪电停下来吗？不现实嘛。好在一番折腾之后呢，霍尔顿反而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飞到天上才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于是他果断拉起了操纵杆，闪电一跃而起。好，暂停一下，我们先来看看霍尔顿此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首先，闪电是一架相当奇葩的战斗机啊，外观咱就不多说了啊，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战斗机，估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赞同的。关键是它的飞行状态实在是太快了。速度快，不开加力就能够轻松飞到1马赫以上，开了加力则能够直接来到2.4马赫的水平，连5代机 F-22都把它追不上。爬升快，离开地面就能够垂直往上爬，只用2分半钟就能飞到12000米的高度，连它的继任者幻影都自叹不如啊。所有飞过它的飞行员都开玩笑说，这就是一枚火箭啊！之所以要长一对翅膀呢，只不过是为了在上面装个着陆时的指示灯而已。并且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只为装灯的翅膀也太丑了吧！好，这就是火箭飞机本身的情况，已经够霍尔顿难受了吧？但更要命的是啊，由于这架飞机是没有打算过要上天的，所以它的弹射座椅是处于锁定状态的。它的座舱盖是处于揭掉的状态的，霍尔顿的头上是处于裸奔状态的，没有戴上头盔，不仅意味着缺乏保护，更意味着无法与地面交流。既然不能弹射，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此时他想要活命呢，完全就只能靠自己了。飞到天上后呢，霍尔顿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与冷静。他先是找到了那个解锁按钮，关掉了引擎的加力模式，让飞机的速度成功的慢了下来。接着呢，他就开始控制飞机绕着机场盘旋了，让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然后他就得要找准时机着陆了。闪电为了获得高速呢，机翼的后掠角是非常大的，所以着陆速度也非常的快。哪怕是专业的飞行员，也常常有翻车的情况出现，更不要说是菜鸟霍尔顿了。他自己也清楚得很呐，所以前面有2次的尝试呢，他都在感到不对劲之后呢，就紧急停止了。第3次尝试，他选择了从反方向进入跑道，因为他很清楚啊，自己很有可能会冲出跑道尽头，而在那一边的跑道尽头外呢，是一个小村庄，一旦冲出，后果不堪设想啊！可见霍尔顿真的是相当专业。在他算好速度和角度之后呢，就猛地冲向了跑道。先是机尾触地，接着起落架便接管了机身，他成功的回到了地面。但此时呢，闪电还是在继续往前冲的，毫无停下来的征兆，而原本的减速伞也在霍尔顿用机尾触地时损坏了，一打开直接就飞走了，完全就不起作用了。情急之下，霍尔顿只好将刹车踩到了底，剩下的就只好交给命运吧。在将轮胎磨得精光之后，他终于在跑道还剩下9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人没事，飞机也只是损伤了一点尾巴而已。他就这样坐着地球上速度最快的敞篷，在空中晃了足足12分钟。关键是他原本对如何操纵这个敞篷一无所知，而且这本来也不该是个敞篷啊。所以谁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当你开枪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就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同样，当你开炮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是不是也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呢？问题是有那么大的消音器吗？还真有啊，不信你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接着讲榴弹炮上那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照片中装着炮口消音器的是一台德军的 M109G 自行榴弹炮，这是西方一种非常常见的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武器。为了将弹雨更有效地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呢，它拥有相对较长的炮管和较高的炮口出速度，同时呢还可以装入多份的推进药来进一步的提高炮弹的射程。但结果就是动静相当大。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动静呢？消音器可以吗？在说可不可以之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枪炮射击时之所以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主要有3块来源。一是伴随子弹飞出枪口的大量火药燃气突然膨胀时发出的爆鸣声；二是子弹超音速飞行时发出的音爆声；三是各个部件之间的机械撞击声。其中第一项带来的噪音最大，也正是消音器试图要抑制的对象了。
它采用的基本原理就是让火药燃气不是在枪口突然喷发膨胀，而是逐级扩散消耗的。为此呢，消音器通常有这样几个结构类型：一个是利用隔板，在这样的消音器里面有很多个或垂直、或倾斜、或呈现出碗状的隔板依次排列，它们由金属或者是橡胶制成，只在中间留出能够让子弹通过的小孔。于是原本跟着子弹一起前进的高压燃气就这样被一级级的阻挡了下来。同时还能形成涡流，进一步的减缓冲击的速度。等膨胀到最后从消音器的出口挤出来时，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声音自然也就小了。第二种类型是在材料上下功夫，可以利用多孔的材料，比如缠绕的钢丝网或者是铝屑填充层，利用它们之间的缝隙来增大火药燃气膨胀的阻力，从而减缓冲击速度，吸收多余能量，降低出口噪音。第三种是直接使用密封垫来阻挡燃气的。它是最简单干脆的，就是在消音器的圆筒里面塞进去数层用橡胶、泡沫等材料制成的密封垫，中间开小孔，甚至是不开孔，让子弹和燃气硬生生的从中间挤过去。燃气的速度是降低了，但对子弹的速度也有影响啊。而且用过几次之后呢，密封垫中间的开孔也被撑大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通常不会单独使用它。实际上，现代武器上的消音器一般都是以上这3种形式的组合，以便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但这里通常有个误会哦，都是被影视剧给骗的。你以为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在开枪时只会发出啾啾啾的声音吧？但其实根本不是的，它的响声依然可以惊动邻居。消音器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保护射手的耳朵的，所以榴弹炮上的消音器是为了保护谁呢？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遭到暴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投诉，不被远在1英里外的民众投诉。是的，欧洲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从德国梅彭市的市中心只需要走上1英里就能够来到陆军射击场了，而响彻天际的开炮声只需要用5秒钟就传到了正坐在小广场上享受着啤酒的人们的耳朵里面了。请问他们的内心还能够继续淡定吗？但士兵不能不训练啊，要训练就要开炮，要开炮就有噪音，有噪音嘛，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台巨无霸消音器了。至于它内部结构长啥样呢？我也不知道，但从它造价20万美元来看，应该用上了不少的好东西吧。好了，这大概算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贵的消音器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我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带回来的沙子，这堆呢是我从工作室外面的工地上面借回来的沙子，一会儿还要再还回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今天其实被问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沙漠里面这么多的沙子，为什么不把它拉到城市里面的建筑工地上去做混凝土呢？对的，我仔细想了一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肉眼可见的一个明显原因就是沙漠里面的沙子太细了。可为什么太细的沙子就不适合用来制作混凝土了呢？这个就要从混凝土的特性说起了。所谓的混凝土主要是由4样东西混合出来的，它们分别是水、水泥、沙子和砾石，在其中分饰着不同的角色。水一是为整体提供流动性，让混凝土能够更好地将结构填充起来；二是为了与水泥产生一种叫做水合的化学反应，从而能够让混凝土固化变硬。水泥起到的是粘合剂的作用，而剩下来的沙子和砾石呢，就是起骨架的作用了。就像人不能只有肌肉没有骨骼一样，粘合剂水泥必须要配合骨架沙子和砾石，才能构成一副强壮的身板，支撑起现代社会的城市森林。所以沙子和砾石又被称为骨料，对于混凝土的强度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切开一块混凝土之后，可以明显看到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支撑的。大块砾石之间夹着许多的沙子，而沙子之间的空隙呢，则填满了水泥。当然，这是一块正常的混凝土，其中作为细骨料的沙子的直径普遍都在 0.5 毫米以上，是远大于沙漠当中沙子的平均直径的。
那就让我们来想一下啊，如果把这里面的沙子全都换成非常非常细的来自沙漠的沙子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就会用到更多的水泥，对吗？因为沙子的总表面积增大了，就需要更多的水泥才能够把它们包裹住。如果不太好理解的话，我们就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啊。假如这里面的沙子直径已经小到趋于0了，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这里面已经没有沙子了？那么所有的空隙都将由水泥来填充，这块混凝土呢，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纯的水泥块了。显然会用掉更多的水泥，对吧？当水泥的比例上去之后呢，会带来几点影响：一是成本增加，二是强度降低，三是容易开裂。成本增加很好理解啊，毕竟水泥的用量增多了嘛，买水泥的开销自然就大了。但是后面两者怎么会越纯的东西看起来质量还越差呢？它们一个跟物理有关，一个跟化学有关。因为沙子的直径变小了，数量变多了，表面积变大了，就需要水泥浆拥有更好的流动性，才能将它们全部包裹住。我们一开始讲了，流动性由混凝土当中的水来提供，更好的流动性意味着更多的含水率，而更多的含水率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强度的降低。国外有一个视频很形象地展示了低含水率、正常含水率和高含水率的混凝土在固化后测试时的表现。按照原视频作者的话来说呢，对于高含水率的混凝土来说，几乎不需要任何压力就能够把它给压碎了。而低含水率的混凝土呢，则有着最好的抗压表现，所以一般会用到建设水坝上面。这算是物理层面的。化学层面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混凝土变硬并不是由于其中的水分被蒸发掉而导致的，恰恰是由于水留在了其中所导致的。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叫做水合反应的化学反应。一般来说呢，只要是化学反应就会吸热或者是放热。那么水泥硬化是哪种呢？它会放热。所以如果混凝土中的水泥浆比例过大的话，它的放热也会越多，越容易因为温度不均匀而产生开裂。这样子就很危险了。也正是因此呢，让过于细腻的沙漠当中的沙子并不适合用来制作混凝土了。当然还有肉眼不可见的其他原因比如，既然混凝土的硬化是个化学过程，那就要求参与其中的材料最好是拥有稳定的化学性质才行的。而沙漠里面水分常年蒸发，使沙子统统变成了盐碱沙，把它们混入其中会直接削弱混凝土的强度以及耐久度的。再比如，在日积月累的狂风打磨之下呢，沙漠中的沙子都变得非常圆润，棱角完全就被磨平了，这就让它们缺乏了足够的摩擦力，将彼此牵制在一起了，真的就变成一盘散沙了。而作为城市基础的混凝土怎么能这么容易散开呢？再比如沙漠在哪里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开采和运输都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除非真的是逼不得已，谁会想要大费周折跑到沙漠里面去拉沙子呢？就连身处沙漠腹地的迪拜在修建哈利法塔时用到的沙子，都是从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好了，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沙漠里面的沙子不是混凝土的主要材料，主要是因为太细、太杂、太圆和太远。你都记住了吗？最后我们再补充2点。有一阵子我们老是听说地球上的沙子都快被人类盖房子给用完了，有这么夸张吗？事实上呢，沙子的确是我们继空气、水之后消耗第3多的自然资源了。而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河流与湖泊当中的沙子呢，也被开采成稀缺品了。但说地球上的沙子快要被用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是指我附近的地球上的沙子都要快被用完了。沙子这东西很压秤所以远距离运输很不划算，大家只会在自己附近来找沙子。一旦附近的沙子越来越少了，就会说沙子都快用完了。所以实际情况呢，并没有那么糟啦。我们只是要注意合理采挖，并保护好生态而已。沙子本身肯定是够的，哪怕不够了，不是还有人造沙子吗？第二个要补充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反常识的有趣知识。由于水泥硬化是跟水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哪怕是在水下，混凝土照样是能够凝固的，说不定比在干燥的情况下还要凝固得更好呢。这点你意不意外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航空史上从来不缺奇人，美国飞行员鲍勃·帕多就是一个，因为他用飞机来推飞机。是的，不是推测，也不是推船，而是在空中推飞机。
1967年3月的一天，4架 F-4幻影战斗机从美军在泰国的基地出发，前往越南河内轰炸一座钢铁厂。那儿呢，防空火力异常密集啊，他们几乎就没有可能全身而退。果不其然，在攻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其中一架 F-4就被炮火击中了。好在它还能飞啊，于是就继续留在编队里面完成了投弹任务。可是只怪运气太差，另一枚炮弹随之而来，2次重击之下呢，它的燃油开始从机身当中倾泻而出了。想要返回基地绝无可能啊，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弃机弹射了。但是现在还在敌区上空，即使成功落地，也会被俘，生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嘛。作为本次任务的队长，帕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虽然他自己的 F-4也受伤并正在漏油，但他却选择陪在同伴身边，寻找办法帮其脱困。什么办法呢？帕多想到了2个啊。A 计划是用自己的机头紧贴着同伴的机尾，将其顶着一起往前飞。虽然 F-4在将尾部的降落伞丢弃之后呢，确实能够空出一个供尖头落脚的理想推进点，但无奈啊，它尾部的湍流实在是太大了，帕多的飞机根本就无法靠近嘛，因此只能再试试 B 计划了。那就是从它的下方靠近，慢慢的将其驮起来，就像波音747驮航天飞机那样。可是人家那是经过了改装的呀。当帕多将自己的飞机一点一点向上靠近同伴的机腹时，他意识到这个也行不通，因为机舱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啊，肯定是会碎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弹射了，不仅救不了同伴，自己也被搭了进去。B 计划也流产了。此时前面那架 F-4的引擎已经停机了，正在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率快速下坠。还有什么办法？突然帕多看到了一样东西，尾钩。是的，作为一开始就是为海军开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F-4，拥有从航母上起降的能力，自然就带有尾钩了。可以试试这个嘛？帕多让同伴放下了尾钩，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驾驶舱前挡风玻璃呢靠了上去，冒着随时会被顶穿后插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居然真的就将前面的 F-4推动了起来。虽然湍流还是会让他们在靠在一起10几秒后呢，就不得不分开一下。虽然驾驶舱的玻璃的确被顶裂成了蜘蛛网，虽然帕多的发动机最终也只剩下了1台还在勉强工作，但这番努力不仅让同伴飞机的下降率减到了之前的1半，也让2架飞机在燃油全部耗光之前一起又多飞了20分钟，飞过了将近130公里，刚刚好离开了最危险的区域。于是他们双双弹射，落地仅仅45分钟之后呢，便被救回了基地，可谓九死一生呐。不过你猜猜，勇气与智慧同时爆棚的帕多后来怎么样了？他受到了谴责，空军埋怨他说：“你把我们价值300万的飞机给弄丢了。”滑稽吧？好在公正总是会来的啊！20多年以后，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修正，帕多也因此被补发了1枚银星勋章，故事完美落幕。一架固定翼飞机从一艘船上起飞，听到这儿，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起飞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在一些2战甚至是更早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也是载有飞机的，而且还不是那种不需要飞行甲板就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机，恰恰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需要滑行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了。但是本来就很局促的战舰尾部根本找不到，也确实是装不下一个可以供他们起降的飞行甲板呀。那带上它们有何意义？来，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弹射器。所以人家是可以起飞的，但降落呢？该降在哪儿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装在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怎么起飞、怎么回收，又是为什么要被装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地方的。好，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空的。弹射器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因为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航空母舰上的标配。之所以放在战列舰上面看起来有点奇怪，主要是缺少了覆盖在表面的飞行甲板而已。其实换到航母上，把飞行甲板给扒开，看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为了在有限的距离内把飞机加速到不至于掉进海里面，弹射器一般都会使用非常强劲的动力来源，比方说今天用的最多的是蒸汽，以及未来肯定会用上的电磁等等。相比起来啊，这些早期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呢，所用的动力就要朴实许多了。炮弹，这让我想起了恐龙特技可赛号里面的人间大炮。人间大炮，一起准备。人间大炮，二期准备。
只不过在这儿被崩出去的是一架飞机，而不是可赛战士。准确点说啊，用的是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药筒。我分析啊，之所以要用它呢，是基于2点。第一，确实是由于药筒里面的炸药在爆炸之后能在一瞬间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而这些气体是可以推动活塞以极高的速度往前运动的，正好就把挂在活塞上面的飞机给加速起来了。第二点是啊，这些弹射器使用的是5英寸的药筒，而5英寸的舰炮几乎是每艘美国军舰的标配。既然本来就要用到大量的5英寸的药筒来发射炮弹的，为什么不直接也拿它来发射飞机呢？一物多用，省时省力。再说了，又能在发射飞机上浪费掉几枚药筒呢？本来就只摘了那么区区几家而已嘛，你要是非得为它另外整出一套动力系统来，或许才真是不划算呢。这样我想到了德国，不同于当时的美国，他们用的是压缩空气来弹射装在战列舰上的飞机的，显然走的不是捷径，当然这样却更加的德国。好了，弹射出去之后，这回收该怎么办呢？没有飞行甲板，叫飞机落在哪儿呢？原来啊，是落在海里面。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的片段，难道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吗？那就是它们身下都带着浮筒，说明它们都是水上飞机。所以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海面就是它们的临时飞行甲板了。它们先是降落在战舰附近的海面上，然后慢慢的流到战舰旁，接着后者就可以用起重机把它调回甲板上面了。当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哪有这么轻松？你想啊，降落在海面上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战舰还要与之相互配合才能够成功回收，这在平时还问题不大，一打起仗来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呢？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战列舰上面的飞机都变成了一次性的，一旦出发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代价不可谓不大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既然代价巨大，为什么还非要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带上这些飞机呢？他们到底会执行哪些无可替代的任务呢？主要就2个侦察和火控。侦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把视野带到天上，扩大到几百公里的范围，这样的吸引力谁还能够抗拒呢？那火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并校正炮弹的落点。二战中的舰炮越造越大，越发越远，很多时候开出去的炮直接就落到了海平面的下方，而炮手是需要观察前一发炮弹的落点来校正自己的发射参数的。看不到落点怎么搞？那就上飞机看呗。其实在上飞机之前啊，他们先是上过气球的，但气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先不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安全的设备，就说它在大风大浪的海洋上空要怎么保持稳定的工作吧。做不到只好淘汰，但需求还继续在那儿摆着呀，必须要抓根稻草才行。于是飞机就进入了海军的视野，然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炮手的眼睛，把命中的精度直接提了上去。可见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看走眼的呀。那么既然都飞到天上去了，能不能带点炸弹火炮什么的，在观察之余顺便搞搞袭击呢？很可惜啊，重量和速度都在那儿摆着，办不到啊。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本来就短，能把飞机本身弹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阻力很大的水上飞机。要是再装点弹药变得更重，估计它只能一头扎进水里面，变成水下飞机了。再加上本来就飞得慢，已经是有点活靶子的意思了，还要不自量力的跑到人家门口去挑衅，不是自找无趣吗？所以还就是好好观察吧，然后祈祷在返航的时候最好能够风平浪静一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潜艇一般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是为了把自己变得跟深海的颜色接近，然后更好的隐藏吗？但潜进深海不是已经算是很好的隐藏了吗？所以啊，一定另有原因。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真相。首先要肯定的是，潜艇的涂色的确跟伪装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3个阶段来谈。第一个阶段，在核潜艇还没有发明之前的1战和2战时期，潜艇浮在水面上的时间是要远大于其潜在水下的时间的，所以自然很容易被别的水面舰艇给发现。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呢，就很有必要采用一些伪装的办法，于是涂上迷彩就是最简单高效的啦。1战时期，美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试验，然后发现将潜艇的舰身涂成灰色，甲板涂成黑色，能够起到最好的视觉保护效果。所以在这一阶段呢，灰黑配就成了潜艇的主流涂装路线。接着来到了第2阶段，1930年代中期啊，很多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都配备了水面侦察机。当从空中看下去，潜艇那在水面上黑漆漆的甲板就太明显了，而且即使下潜了，只要是深度还不够的话，依然明显可见。这就不太好了。于是还是美国，在1937年，他们在珍珠港进行了一系列的骚操作，把试验用的潜艇涂成了彩虹编队，紫色、绿色、蓝色、黑色，只要是你能够想得到的颜色组合，他们基本上都试了一遍。
最后发现深蓝色在清澈的热带水域是最好的伪装颜色。好了，那么打此以后，大量的潜艇应该都是深蓝色才对啊。可奇怪的是，就连美军自己的潜艇也还都不是深蓝色的。为什么呢？原来在得出这个结论的一开始，美国海军司令部的确是下令将所有的潜艇涂成深蓝色的。但随着改装进行，新的问题开始浮现。蓝色的涂料它老化得快呀，涂上没多久就褪色成了一种粉粉的乳白色了，更加显眼不说，也让原本应该是硬汉形象的美国大兵变得娘炮起来，这谁能忍啊？所以又只好重新涂回到更耐用的黑色了。就这么一路将就着来到了21世纪，英国海军看不下去了。他一定是很自信自己的涂料不容易变质，因为在2006年，他们将特拉法尔加攻击核潜艇中的一艘托贝号涂成了一种称之为铁蓝色的新涂装。据说这种颜色的潜艇在明亮的海面上被识别出来的概率只是黑色潜艇的1半而已，算是目前也是第3阶段得出来的潜艇最佳涂色了。好了，既然这样，那怎么潜艇们的颜色还是停留在黑色上面呢？难道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生产出来的铁蓝色涂料依然容易变性吗？是改变性质的意思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现代潜艇大部分是根本不涂色的，黑色是它们的天然底色，或者说是覆盖在它们表面的消音砖的天然底色。相比起在视觉上被看到，现代潜艇更怕的是被敌人的声呐给听到。而覆盖在潜艇上的消音砖既可以吸收主动式声呐发出来的声波，从而降低其有效的探测范围，又可以减少自家潜艇内部发出的噪音外溢，比方说发动机那巨大的噪声，因此也降低了对方的被动式声呐的探测范围可谓是真黑科技啊！最早发明它的是德国，1940年代就被用在了大名鼎鼎的 U 型潜艇上。到了1970年代，苏联人照搬了过去，把消音砖安装到了自己的阿库拉级核潜艇上，发现真的很有效的。经过这个大约10厘米厚的消音砖包裹之后呢，该级核潜艇的声学特征直线下降了20分贝左右。于是到了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也学了过去，都开始在自家潜艇上用上了黑色的消音砖了。所以现代潜艇它不是被涂黑的，而是被包黑的。那为什么消音砖是黑色而不是别的颜色呢？因为它的主要材料是密布着许多微小空隙的橡胶，而天然橡胶的颜色本来就是白色的。是的，本来消音砖的颜色应该是白色的，我们的汽车轮胎也应该是白色的。它们之所以被黑化呢，不是为了耐脏，而是为了耐磨。在白色橡胶里面加入碳黑材料，可以让轮胎比原来耐磨10倍以上，也可以让不断经受压力变化的潜艇消音砖有更长的服役时间。并且呢，研究还表明在消音砖的橡胶里面加入碳黑作为增强填料，比使用其他增强填料更加吸音。所以为什么不用它呢？另外，当添加不同比例的碳黑填料到消音砖里面后，还可以改变它们的吸音属性，因此可以用在潜艇身上的不同部位，达到最好的隐身效果。好了，这就是黑色潜艇的黑色秘密了。总结一句就是，它的确是为了伪装，只是也许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伪装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跟许多行业一样，国际航空业也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受各国旅行管控和旅客出行需求下降的影响，大量的航线已经停飞，航站楼里面空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呢，停机坪上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因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飞机也是需要找到停车位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停飞机。在冠状病毒袭击之前飞机原本应该待在它本该待着的地方，那就是在空中。在一年当中，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头顶上方始终都有多达2万架的飞机同时在线。那停在地面上的有多少呢？截至2019年底，全球机队拥有接近24000架的客机，也就是说，通常只有大约4000架停在地面上。而如今呢，人们必须要为被病毒锁在地面上的这些庞然大物再找出至少12000个车位。好了，以后你再也别抱怨找个车位有多难啊！跟飞机排队等车位比起来，你要幸福多了吧？为了解决停机难的问题呢，各个航空公司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将飞机停出了新的高度。比如视频中显示的这个位于美国加州维克多维尔停机场的一条跑道上，几十架飞机像是乐高积木一样彼此镶嵌在一起，密密麻麻的把多余的空间全都挤了出来。顺便说，维克多维尔是闻名世界的最大的飞机坟场之一，通常用来储存退役的旧飞机。但由于现在科技基本上都飞不起来，所以它以及其他几个知名的飞机坟场就临时变成了这些可怜鬼的收容所。
大家在这儿抱团取暖。当然，能用来抱团的地方都是要用上的。除了飞机分场，很多大机场空出来的跑道都被整整齐齐的码上了飞机。好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事实证明，为这些大家伙找到一个停车位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跟汽车不同啊，飞机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械，即使是停在地面上，他们也需要时不时的动动引擎、转转轮子、开液泵，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常规维护，这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尤其对于收成已经减少了90%的航空公司而言，无疑雪上加霜。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一架飞机上没有几个乘客，航空公司也愿意带着你飞一趟了。他们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让飞机保持状态而已，多几个压舱物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这样很花钱，但是相对于一动不动的把飞机摆上几个月，隔三差五的运行一下，他们呢，的确是能够有效的减少付飞前更加高昂的维护开支的。鉴于全世界有91%的飞机都是由波音和空客制造的，所以这两家飞机制造厂也毫无疑问的被迫参与到这场航空业自救的行动中来了。比如空客就在他们家原来的飞机健康管理软件 Skywise 里面加入了一项全新的功能，可以帮助航空公司根据每架飞机将要推出服务的周期以及所需要维护的项目类型，找到最合适的停车位，算是相当的贴心了啊。当然也不见得是每一架飞机都需要不间断的维护的，对于那些真的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都用不上的飞机，最好也是最经济的去处就是干燥的沙漠了，这样他们至少不会太快被腐蚀，封上发动机和传感器，在这里居家隔离，等待病毒举手投降的那一天。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呢是注定等不到那一天的。在本次危机之前，全世界所有运营的客机里面有6000架机龄在15年以上，4000架更是在20年以上。你要是航空公司的话，你会选择在他们身上花几百万的维护费用，却同时并不知道何时他们才能再上天吗？大概率是不会的。所以可以预见啊，大规模的客机退役潮也许会提前到来。老家伙们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伙们的日子呢也同样煎熬。像波音737和空客320这样小一点的客机还好一些，至少能有国内航线飞一飞。而对于像空客 A380 这样只专注于国际航线的大型双层客机而言，就几乎只能停在地面上了。波音分析啊，经过这波暂停操作之后呢，航空业想要恢复到原来水平，至少也需要2到3年的时间。当大家的钱袋子都比较紧张的时候，自然更愿意选择那些经济又实用的小飞机。看样子大飞机的辉煌要暂停的更久一些了。当然，影响更加深远的是，有可能这次危机会整个改变航空业的现状。因为随着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呢，航空公司对客机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就买。这样波音和空客积压了大量的订单，成为一个很有话语权的卖方市场。之前大家都还怨声载道，怎么还没轮到我呢？现在却纷纷点下了退款键。这波冷静有好处吗？它至少有助于大家都认真的想一想，未来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飞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U2 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为了减重啊，它只保留了机腹下面2个排成一条线的起落架。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给它组上拐棍呗，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它又被叫做高翘，非常形象，有没有？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把它给扔下了。好吧，可是降落呢？没关系啊，有超跑来伺候。从庞蒂亚克 GTO 到雪佛兰的科迈罗，再到特斯拉的 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喷气式舰队飞机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从0加速到160，才能在 U2 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听上去呢，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啊，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因为它几乎起到了 U2 飞行员眼睛的作用。跟在离地只有3米不到的 U2 后面，这辆肌肉车呢，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它还有多少高度，它的机翼是否水平，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一直要等到 U2 彻底停稳，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才算结束。可以说啊，从起飞到降落 U2 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而且还是在条件良好的陆地跑道上哦。所以你肯定认为把 U2 搬到海面上，让它从既不宽敞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但实际上啊，在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 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是怎么实现起降的，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先说原因啊，U2 最初的航程呢，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
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仍然是够不过去的。于是他就必须要在海外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在这里呢建一座机场，把 U2 放得更近一些。比如记录在案的航班就有从塞浦路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韩国等地起飞的。但 U2 的运营方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得很啊，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是很危险的。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所以早在1957年，仅仅在 U2 为他们服役了几年后，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事实证明啊，这种未雨绸缪呢是明智的，因为在1960年5月1日，苏联人用 SA-2 防空导弹成功的击落一架 U2，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美巴关系陷入恶化，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1960年之后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关键是怎么做呢？用航母啊！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10月，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翼展超过了40米的 C-130大力神运输机。既然它都能上舰，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洛克希德的传奇工程师凯利·约翰逊，询问这位设计了 P-38闪电、SR-71黑鸟以及这架 U2蛟龙夫人的臭鼬工厂灵魂人物，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约翰逊想了想，回答说，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吃了这颗定心丸的中情局决定大干一场，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也就紧锣密鼓的上马了。计划分为2个部分，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前者由洛克希德负责，后者由中情局负责。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阻索的尾钩，而后者呢，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他们从 NASA 那边找到了灵感，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这种故事多了去了，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德那边。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 U2 呢，被称为 U2G。第一个改变首先是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以承受左舷式的冲击力，并将刹车距离缩减到了原来的1半。同时，在起落架周围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甲板时的撞击嘛。接着，第2个明显的改变是，洛克希德把他们为 T2V 海星喷气教练机安装的制动尾钩呢，改装到了 U2 身上，并在 U2 的机身当中加入了增强的重量，以更好的承受当它抓住航母拦阻索时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然后这个钩子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才会被丢弃掉，既增加了机动性，也增加了保密性。再有U2G 呢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倾倒燃油的，或者是当它正在接近载有太多舰载机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变得不那么危险。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缘的外侧中部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使 U2 立刻失速，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中情局对这项设计赞许有加，认为洛克希德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阻索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 1.5到2英寸的拦阻索，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传递到机身上的震动。好了，设计的再好呢，也要用测试来验证嘛。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1964年2月，3架改装好的 U2G 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将从一个陆基的简易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领航的是试飞员鲍勃·舒马赫，他之前呢就已经干过大事了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未经改装的 U2 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呢，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所以这次势在必得。
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复飞的操作之后呢，他选中时机，果断的放下钩子，准备着箭了。毫不意外，拦阻索准确的挂到了钩子，但由于力量太大，机尾被拉了起来，使机头冲下，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速的皮托管。好在很快就修复了啊！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着舰测试呢，都相当成功，甚至在2个月之后呢，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密任务，飞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法国新核试验场上空侦察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任务相当成功啊，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但这却是 U2G 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进入到1967年，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 U2R 投入使用，它的有效载荷呢是原来的4倍，航程是原来的2倍，中情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舰，而且为了节约空间，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 1.8 米都给翻折了上去，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嘛。几个方面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呢并不隐蔽，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掩耳盗铃吗？三是都有卫星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还完全不怕挨枪子儿，用它不是更香吗？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 U2 了。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就不了了之了，留下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起飞的 U2 了，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挖掘机，我曾经思考过一个挺愚蠢的问题，当然是关于它的液压臂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都知道帕斯卡定律吧？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学到的关于流体静力学的定律。在座的还有几个人记得，请跟我一起回忆一下讲的就是当我们对液体的某一个部分施加一个压强之后呢，这部分增加的压强会瞬间传遍液体的每一个地方。还是举一个例子最直观这里有2个针筒被中间的软管连接着，里面已经被我装上了水。当我把其中一个针筒的活塞往里面推的时候，就等于是对针筒里面的水增加了一定的压强，而这部分增加的压强会立马被水给传了出去，作用到另一边的活塞上了，结果就是它被顶了出去。如果要用公式来表示的话，就是 P1 等于 P2。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液压设备的基础了，可以把运动有效的传递出去。同时不光可以传递，还可以加油添醋一番。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例子这里又有2个针筒，不过大小却不一样。如果我把这个小的交到儿子手上，我能用自己手上的大活塞把他那边的小活塞给推出去吗？很显然掰手腕我能轻松拿下，但是我的大活塞却怎么都推不动他的小活塞，而他的小活塞却能够很轻松的把我使出浑身力气压紧的大活塞给推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并不神秘，大家也应该还能够回忆起来。压强的公式是什么？ P 等于 F 除以 S， 也就是压力除以受力面积。那么让我们把一开始那个帕斯卡定律里面的公式替换一下，就可以变成 F1 除以 S1 等于 F2 除以 S2， 看出来了吧？如果受力的面积越大，相应的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而且它变大的比例正好是等于受力面积变大的比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个面积是1的活塞推动一个面积是100的活塞的话，是可以将使出的力反上100倍的。难怪小活塞的直径是 9.2 毫米，大活塞的直径是 19.4 毫米，面积就是小活塞的 5.6 倍。不会吧，我连这小子力气的 5.6 倍都没有吗？不说这个了，你猜我想到了啥？想到了如果我用这么一个小活塞来推动挖掘机上面的液压杆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先看我需要调查哪些数据挖掘机液压杆里面的活塞面积。对了，挖掘机上面有好几个液压杆，选哪个呢？就选看起来最厉害的，能够拉动斗杆的那根液压杆吧。至于它详细的活塞面积，我实在是拿不准，就暂且根据图片和视频资料估计一个如果你恰好是专业人士，麻烦指出我说的太离谱的地方那么就给它一个120毫米的直径吧，面积算下来就是11304平方毫米。好了，第二个要知道的数据是我的小活塞的面积，这个我是准确知道的，52.8平方毫米。第三个要知道的是我最多能给小活塞多大的力量，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那就直接拿一个现成的数据来替代一下吧。62公斤级男子抓举世界纪录的154公斤，
于是啊，在经过液压系统的放大之后，这个力量就变成了32956公斤，能把斗杆拉动起来开挖吗？我随便选了 CAT 的一台挖掘机作为 PK 对象，查到它的斗杆的挖掘力是107千牛，换成公斤的话，大约就是10700公斤。所以世界抓举冠军的确是可以用我提供给他的这个小针筒，毫不费力的徒手就让挖掘机工作起来喽，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动是动起来了，如果我还想让它动的范围更大一些，就需要把液压杆推出来更多一些，对吧？我们来算算啊，想要把斗杆上的液压杆推出来1米长，我手上的这个针筒需要有多长呢？也就是小活塞的油缸需要有多长？214米。我的天啊，这个算算就可以啊，我已经彻底放弃要去做这个实验的想法了。那么我最后的疑问就是啊，既然用小活塞推动大活塞在挖掘机里面根本就行不通，那它又是如何来利用液压的呢？原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液压泵了，一个能把液体加压后送到液压杆活塞缸里面的东西。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当然这只是几种液压泵里面的其中一种，只不过在挖掘机里面更常见而已。这种液压泵的名字叫做注塞泵，在它的内部装着很多可以旋转的活塞和油缸，然后由一个斜盘来控制这些旋转的活塞与油缸到底是沿着一个垂直的角度来旋转呢，还是沿着一个倾斜的角度来旋转。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当斜盘由垂直变倾斜的时候，活塞在油缸里面的行程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旋转，它就会从一边把油液吸进来，再从另外一边把油液给压出去，实现增压的作用。经过加压的油液被控制模块分配后，就会进入到液压杆活塞的后面或者是前面，把它推出或者是拉回来了。的确是比我手动要省事不少啊！但就在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已经释放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居然又挖到了一个宝贝。原来驱动挖掘机履带运动的不是我理所当然认为的柴油机或者是汽油机，而是液压马达。就是把刚才我说到的液压泵反过来一下，不是先让马达转起来挤压油液，而是把高压油液挤进活塞，让液体的压力能释放成活塞的动能，进而推动斜盘旋转起来了。我看似没有用的知识又一次得到了充盈。所以记住啊，为什么挖掘机那么厉害？因为人家有2个心脏，一个柴油心脏和一个液压心脏，能不给力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